当妈妈跟宝宝有正常的互动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是连结的，对不对？宝宝很开心的。当妈妈没有反应、面无表情的时候，宝宝马上就发觉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会竭尽全身的力量，要把妈妈换回来啊。他跟妈妈笑啊。没有反应啊。他呢，指着一个什么东西，以前妈妈都会朝他指的地方看哈，但是没有反应。那他呢就用两只手哈，伸到妈妈前头，好像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玩呢？虽然只有2分钟哈，但是呢，宝宝呢，非常的惊恐不安啊。他最后呢，他呢，你会看到他会尖叫啊，最后实在受不了，他就大哭。所以在这个短片里头呢，其实妈妈回来了哈，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可以修复关系。但如果妈妈有忧郁症的话，那就回不来了哈，那就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情绪发展。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对妈妈的情绪是很敏感的啊。所以妈妈有忧郁症，孩子不太可能快乐。要有快乐的妈妈，才有快乐的宝宝。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心理成长是有好几个阶段，也就像好几个关卡。那每一个关卡呢，都有一个重点和一个挑战。在幼儿期呢，这一关最重要的重点是培养安全感。挑战是我能相信这个世界吗？就如果呢，爸爸妈妈呢能够提供一个很稳定的环境，然后情感呢跟宝宝呢可以连结的话，那宝宝呢就可以培养安全感，他会对人会信任，然后对未来会乐观。但如果妈妈有忧郁症的话，那宝宝呢就可能没有安全感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insecure attachment 哈，不安全依附人格啊，会害怕被丢弃，而且这种不安全感呢会伴随他一生，也会影响他以后的心理成长。那下面几个阶段我很快的说一说哈。在学龄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培养自信心啊。如果爸爸妈妈呢，给孩子很多鼓励，那孩子呢就会有自信心啊，不然呢就会害怕失败。在青少年期，如果呢，就说爸爸妈妈呢要能够帮助孩子发掘他的长处啊，那就是如果爸爸妈妈能够肯定孩子的价值感的话，那孩子呢就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感，那就会有健全的自我啊，那也会清楚人生的方向，不然呢就会有自我迷失。其实呢，我们要有健全的自我，才能够真正的爱人，不然呢，就会常常呢是追求别人的肯定因为自己不能肯定自己，那这样子呢，就很难有很好的亲密关系。那怎么样预防产后忧郁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病因你会发现这些很多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荷尔蒙的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如果先天的体质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外界的压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是自己，我们自己如何面对压力。面对压力，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十全十美，
那我们要如何看待？是自责还是自我接纳？面对压力，有好多事情需要做哈，那优先顺序如何选择？孩子、老公还是自己？我刚刚也讲过哈，忧郁症最大的特征是自卑，就自我价值感很低。你知道照顾宝宝，难免会有情况哈。那很多妈妈呢会常常自责啊啊，宝宝生病了是我的错，宝宝受伤了是我没有看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如果常常陷在这种自责的情绪，就会比较容易忧虑。嗯，生了宝宝以后，也会发现哇，好多人需要照顾啊，是不是？那到底是谁是有优先顺序呢？那很多的妈妈哈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啊，甚至是我为孩子而活啊，孩子是我的全部啊，孩子是我的希望哈，甚至我的价值就建立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老公放第二位，自己呢就放在最后。但是问题这样子的话，就会又忙又累哈，也不快乐，也会容易有忧郁症，那就事实上会影响到全家都不快乐。所以要预防忧郁呢，需要健全自我哦，不是自责，而是能够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我是个够好的妈妈。不是孩子至上，而是爱护自己，把自己放成第一位哈。也许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很自私呢？但是你要知道，在飞机上好了哈，嗯，他们告诉我们，如果紧急的时候要戴氧气罩啊，你要先把自己的氧气罩戴好，再给孩子戴氧气罩，因为你要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能力照顾孩子。把自己看成第一位，老公呢放在第二位，哈，因为呢，你跟老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才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有快乐的妈妈，快乐的家庭，才能有快乐的宝宝。好，再说一下，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哈，对自己的期望呢，不要太高，哈，要符合现实啊。那个宝宝呢，难免会生病哈，难免呢会磕磕碰碰哈。只要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尽责，那我们就可以认可自己，我是个够好的妈妈。要爱护自己啊，照顾自己，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定期的运动，还常常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哈，听听音乐，看看书，出去走走。也许你会说，我都忙得半死了，我哪里有时间做这些事？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啊，寻求帮助，照顾宝宝或做家事。然后呢，因为如果你不寻求帮助，那一定会累死啊。然后呢，在心理上要寻求安慰跟陪伴，常常找老公或朋友聊聊天，还有呢，联络其他的妈妈啊。所以像我们这个湾区台湾妈妈宝宝的这个支持团体，哇，是很棒的哈，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同时呢，需要的话找专业的帮助。所以你们还记得这个风险因素吗？当我们照顾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减低在生活方式的风险因素。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的话，那就可以减低这些社会的风险因素。那还有一些风险因素，如果我们有的话，那呢就要提早寻求专业的帮助。所以，如果呢得了产后忧郁的话，也没有关系，是可以治疗的。好，可以呢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或者是双管齐下。所以呢，总结是，产后忧郁很普遍是可以治疗的。外界的压力不可以控制，能够控制的是自我所以呢，要有一个健全的自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爱护自己因为有快乐妈妈，才有快乐宝宝。好，也欢迎大家跟我联系。好，谢谢。谢谢 Grace。